好小哦。我觉得有点慌。我发现小剪刀剪头发手很酸。要是我女儿特地跑去台北，然后想要给一把小剪刀剪，你就觉得她喝了那个设计师的符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。今天算是睽违已久的改造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实在是，我是真的很久没有约人来剪头发了。我知道啊，我在看你的影片。你有发现最近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只跟同事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就是我会害怕，然后你也会害怕。但现在就是有比较好一点的，所以我们又要继续开始这个单元了。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。如果是最重要一句话可以追踪我 IG。然后今天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少女感的发型，但应该是会把她头发剪短啦。少女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对，可以，因为他刚才说他脱离少女已经还好啦，有点久了，我一直都是长得比较成熟的，对，你就是那种国中的时候，别人就以为你是高中大学。好，那今天就是目标要剪成一个逆龄了。你知道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，就是讨论刘海，讨论很久。我想说到底要长刘海、短刘海、长刘海、短刘海，可是我觉得它都可以啊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哪样会比较好看，但我最后想说还是短刘海好了，因为长刘海很像就没有剪头发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剪一个现在算是偏夏天嘛，比较夏天，比较有一点点质感、少女微可爱的发型。但是我们今天会准备一个东西剪头发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另外一种剪刀剪头发，就是一个小剪刀。这么小？这是我刚刚才买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剪指甲的小剪刀剪头发，还是会很漂亮的啦。我不担心。现在1点半，我比较担心剪到半夜1点半。不会的，我们今天就挑战用剪指甲剪刀剪头发，因为我就是想说，感觉每一种工具就是都可以剪头发，因为实在太多人会问说剪刀到底重不重要？我觉得剪刀很重要，但是技术好像也很重要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看看，用这么小的剪刀到底要怎么剪头发。好的，这新的哎，真的是很卫生吧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宝雅买的啦，宝雅买的就真的是你知道，剪指甲的，好小哦。身为一个设计师在我旁边惊讶，我觉得有点慌。好，有没有突然觉得居然要用这个剪刀剪头发的心情？因为我可是都没有告诉他的。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荒谬，但剪的人是你，所以算了。可以啦，这是一个我对你有蛮高程度的信任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人生很特别的体验。我也觉得。我们就先把头发剪掉好了。好像还 OK， 听起来还蛮清脆的。好，不过这剪完效果出奇的好。那你以后就要换这支。小甩，我好像真的会用这个甩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练习甩刀的时候，我有用这个练习过，就在床上。因为剪刀怕摔坏啊，你就会拿这种很小的剪刀。怎么突然觉得用这个剪看起来蛮专业的？我一开始会跟他讨论头发很久，是因为我觉得原本头发还蛮美的。然后我刚才就跟他说，你也知道，90几分要变成100分，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它已经很美了。你知道是谁烫的吗？谁烫的？小六烫的。真的假的？哦，我们同事烫的。哦，不就还好？我说很美。我之前就为了他来高雄，台北来高雄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好感动哦！我就很喜欢你们这个牌子啊。原来头发是我们同事烫，难怪这么漂亮。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没有告诉他。对。来之前原本都要绕吹的，我来之前刻意想说今天要剪，对，就算了，不想要卷度到这么上面，我就干脆随便吹。所以平常用心吹更漂亮。就是平常卷度比较大，今天就觉得比较小这样。我们就是用心用头发的沙龙啊。虽然我现在拿这支剪刀有一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啊。我觉得蛮有说服力的啊，谁可以用这支剪刀剪得这么快？好像是也是那个剪蛮快的哈。因为你不是高雄人嘛，所以你是特别的用头发，身边人会觉得你很疯嘛。他们觉得我疯了。我都不敢告诉我爸妈，吓死了。不敢讲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假装要出门而已。对，我跟他们说晚一点回家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剪刘海了，先剪一个大概。不简单呢，这个剪刀，好像有一个越来越美的气势。需要剪到眉上吗？
我觉得等一下洗完头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因为现在你原本的头发是有分线的嘛，那所以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发流。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剪完头发、洗完头发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再调整一下。我们要看它发流的流向，因为很多人剪刘海剪完会没那么好看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他头发的生长位置。我们等下会直接变清纯的妹子。好的。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剪往后影片我打算挑战，你知道各种工具，指甲剪的，比如说修眉刀，刀片是可以剪头发的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之后再慢慢想到有什么工具。像它的额头这边就是稍微空一点点，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会稍微修饰一下，把它剪得比较填满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就先染头发吧。今天我们染一个比较不会太浅了，但就是一个比较暖色系的。今年蛮流行暖色系的，所以你染完之后，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气色比较好，然后比较漂亮，而且比较有质感。一切所有的美好都会集合于等一下的发色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染头发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染完头发了，然后我要剪一些细节的地方，避免怕别人以为我换工具了，所以这个细节的地方还是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小剪刀很容易不小心戳到我自己的手。我发现小剪刀剪头发手很酸哎，是不是有一种不像用指甲剪的感觉？对啊。拍完影片那一刻，然后大家都想说，好像发型师突然觉得也不用买什么很贵的剪刀了。我就拿这个小剪刀剪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一技在手、希望无穷的感觉。自己如果有一天失业了，然后我就是买不起美发工具。这样看起来果然还是要有技术，不然一般的人拿这个小剪刀，最后可能会很可怕。我们现在是用技术克服工具的这个层面。我们现在真的没有作弊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小剪刀。家人知道我千里迢迢跑来高雄，让人用一把指甲剪头发，不知道他们怎么反应。不知道，要是我女儿特地跑去台北，然后想要给一把小剪刀剪，你就觉得她喝了那个设计师的符水。但是我平常是不可能这样剪头发，因为我平常不会有这么有耐心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偏没有耐心的人。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做一个我自己也想尝试的东西，当然耐心就会知道。可我觉得应该不是我，应该每个人都这样吧。当然啦，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对。我看你平常剪短发很快。还蛮快的，就是手起刀落的，对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我就没耐心啊，这样很好啊，不然我以为你拿这把剪刀，我要做到半夜。我们刚才是相机打开的时候才告诉他要用这把小剪刀剪，因为我很怕你会觉得我要2折，我没有要整的。我是一个很用心的一个实验。如果我在 IG 上应征，就是我们要争一位用剪指甲的剪刀剪头发，我可能就是争不到，绝对争不到。对啊，如果你想要这种猎奇的体验，你可以去追踪我的 IG， 我会不定期的在上面真人。但我也不是每次都要猎奇啦。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，我觉得影片也是一种创作，然后它是一个你知道心血来潮。当然。不然一直一样的题材，素人改造，看着就久了就还是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头发这个地方，就是头发比较空的地方处理起来。我们就是在内层的地方把刘海整个接起来，那这样子拨的话，就比较不会有空洞感。你看看。我觉得如果你是那个两侧比较高的人，有时候不用怕秃头，因为有时候那个是发际线而已。那发际线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发际线的问题还是可以靠剪头发去解决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我觉得刘海这个长度其实也还蛮美的。我通常在剪刘海的时候，我都会先剪一个大概，像现在这样洗完头发之后，我就会再观察一下发流跟整体的感觉。因为你吹干的时候，刘海会有蓬度嘛，那我就会看它整个蓬度跟整个质感适合在哪里。以它来说，我会偷偷的把内层跟刘海做一个连接，因为这样子脸型会变得更好看。我觉得以前你会被剪很蓬，有可能是因为你其实是有一点自然卷，但这个自然卷可以顺着你的发流做一些设计，就不会变得很不好看。头发层次跟自然卷其实有很大的影响。我是真的没有剪过短头发，然后这么薄的。真的哦，就是对这个比较舒服的感觉没有，以前剪完就
炸开来这样。应该是说你以前短头发体验是不好的啦。那如果换了几个发型师，每次那个发型都有问题，那就是真的自己也不是那么适合了。我觉得你眉毛蛮漂亮的，可以露出来一点。我也喜欢我的眉毛，所以我问你要不要剪。对，因为我刚才在看比例的时候，突然觉得，你眉毛好像是可以露出来一点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但我只能就我讲的那样，就是刘海这个东西，就有时候是边剪边探索。就会边剪边觉得，好像这样也不错，那样也不错。我剪这个真的有一种要抽筋的感觉，因为它真的太小了。好不像刚进来的样子。大家可以把那个影片往前拉，你就看到刚进来的样子。我怕大家好奇后面剪怎样，所以我还是特别拍了后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很漂亮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剪完了，就是也稍微造型一下，其实就是稍微把它吹顺一点啦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剪发工具。我刚才剪到一半还跟他说，我实在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。我觉得没有很好剪啦，但就是要很像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很像一根一根在剪头发。好，这个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发型了。那颜色的话就是比较暖色调一点，我觉得它在洗几次或阳光下会比较明显。现在室内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强烈。然后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比较有点内弯感、轻盈的那种包裹感。然后这个地方刘海我们都有稍微设计过，就让它可以遮过来。但是前面的部分我又是希望让它露出一点眉毛，因为眉毛比较漂亮。好了，我是蛮满意的，有满意吗？我蛮满意。我是真的觉得它跟刚来的样子也差太多了，差很多耶，完全换一个人。可是这样换发型的感觉就很不错哦。对啊，很开心，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新鲜感。对，我喜欢变来变去的。真的吗？哦。那你去工作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哇，突然变这么短。对啊，而且我头发其实留很快，半年就长很多。所以说我上次来找小六的时候，只有到这里哦，真的哦，这次已经到这里。对，那还长蛮快的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那如果你有想要看到其他工具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但是如果你说要用火烧头发，我可能就做不到。你知道网络上有一个影片，然后曾经有出现用火剪头发，那个我真的不行。但是我会尝试就是用不同工具试着剪看看。那如果你也有兴趣想要当模特的话，你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我会不定期就是心血来潮就突然发说，我要真模特，但不一定会用什么工具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因为这个就我刚刚跟他讲的，其实我就是突然想到影片创作者的一个 idea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面见，拜拜。